高相，你以为如何？臣以为丹赤人虽然胆大狂傲，近几年在我朝压制之下，还是有所忌惮。刺杀太子事发突然，恐有蹊跷，在查明事情真相之前就贸然起兵，这太草率了。圣上，丹赤人生性好战，此番若不急于迎头痛击的话，将养虎为患，后患无穷啊！你不想搞清楚丹赤人为何要刺杀太子吗？他如此这般对他国百害而无一利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恐被人陷害也有可能。那高相，你可有证据？暂无证据。本朝太子被刺，那么大的事，若没有对策，邻国必定会以为我朝软弱可欺。程烨，朕命你即刻带兵去西境安护府，一，彻查太子被刺一事；二，要给西北列国以威慑。再拟一旨，让程银带使团去西周。虽然太子被刺，东宫依然在。西周王的女儿若嫁到东宫，可争取西周的稳定和平，在这个当口至关重要。遵旨。父亲，以咱们高家在朝中的势力，您何必还要讨累，在外人面前装病？朕啊，你要知道，伴君如伴虎。当年父亲除掉顾家，遭到朝中大臣一片非议，唯恐陛下忌讳，父亲一夜之间便击白了头。没有办法，只能假装中风卧病在床，1年的时间没有上朝。朕啊，伴君如伴虎，你要知道父亲的苦心呐。这些年父亲每走一步，那都要小心翼翼。顾家的势力早就已经除尽了，你说咱还怕什么？再者说了，顾家这案子已经结了很久了，大家早就忘了。父亲您又何必耿耿于怀？在别人眼里，顾家一案已经烟消云散。可是，在陛下眼里，陛下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掌控的臣子。君臣之间永远不可僭越。无论顾家还是高家，权力再大，都是陛下给的。这些年我在家装病，也是不想重蹈顾家当年的覆辙。你呀，若有你二哥半分城府，我也就对你放心了。父亲，陛下真的以为是丹赤害死了太子？哼，装疯卖傻，顺水推舟吧。陛下怎么可能放弃这个对丹赤动手的绝佳机会？陛下对丹赤动手，想了也不是1、2年了，苦于出师无名。只是没想到，让李承业捡了个大便宜。若他在西北立了头功，那他日东宫之争恐怕又会多一个对手。给你大哥传信儿，说二皇子将要前往西境安护府。是，父亲。
还有其他嘱咐吗？其他不用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是。顾剑，身为师长管教不严，理应受罚。顾剑知罪。但是你找回九公主，功过相抵。接下来，你给我好好看着她，不许她踏出宫门半步。是。你下去吧。死丫头！我打死你！阿弟干什么？阿娘，快救我呀！今天就要惹她！好了好了，皇上，皇上，哎呀，好了，你干什么呀？好了，小凤平安回来就好。你看，都是你惯出来的。那还不是阿爹逼的？这么多天，他一个人在外头，肯定受了不少苦，你还舍得打他？阿娘，我都好多天没好好吃东西了。你听到没有？让他受点苦也好，省得他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你这样无法无天啊！我看谁也不敢娶你。那太好了，我还不想嫁给中原皇子呢。好了，和亲的事，其实儿媳，从现在开始，不许你踏出这宫门半步。听话。你又要关我啊，阿爹？那你这次要关到什么时候啊？关到你出了嫁为止。阿爹！哎呀，好了。岳父，跪下。顾姐，你还记得自己来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吗？顾剑不敢忘。当年顾家遭小人陷害，被判谋逆之罪，株连9族。从顾家抬出去的尸首，只能葬在无名荒中，牌位都立不得。总有一天，我会重翻顾家的冤案；总有一天，我会让顾家的牌位堂堂正正的供奉在忠烈祠上。还有，还有，不可与九公主走得太近，与九公主绝非一类人，不可痴心妄想。既然都记得这么清楚，那你就应该做到。公主，洗澡水已经准备好了。公主，阿朵，快来，帮我看看。啊，快来。
这个字你认不认识啊？啊？公主，你可别为难我了，我怎么可能认识中原字啊？哎，头疼，我也就认识3个。你看看啊，什么3，什么日，什么什么什么剑。他不会是要3天后来找我吧？他是谁呀？就是刘布条这个人呢。那刘布条这个人又是谁啊？我要是知道，我就不这么头疼了。而且这个人还说答应我3件事，结果什么都没干，他就跑了。公主，你要是真想知道的话，你可以去问顾公子啊。我才不问呢。不知道这个人现在伤好了没有？爷爷，中原已经屯兵边境了。中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那个高显虽然说的含糊，不过话里话外我都能听出来，李朝应该是出大事儿了。这事不能等闲视之。尹美言，在。你带领精兵3万，驻扎西境安护府城外100里，静观其变。是。看来李朝和丹吃之间是发生大事了。哼，我硕伯不能坐视不理，传我的令，集结2万精兵在边境扎营，静待事态之变。是。娘娘，您又咳血了，要不要穿衣冠啊？娘娘，娘娘您没事吧？娘娘，不用，我没事。娘娘，你都下去吧。
都下去吧。是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找到程银了吗？五皇子安好。太子一死，东宫虚位，宣德王野心勃勃，一心觊觎太子之位，而皇后和高相一党，为了巩固外戚势力，肯定会想方设法扶植一个傀儡占据东宫，程银无忧无虑的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。不管他愿不愿意，都会被卷入这场血雨腥风。五皇子为人单纯，容易被人利用，轻信于人，再加上他不是皇后亲生的，万一要是失去了利用价值，只怕会有性命之忧吧。也许是时候告诉他真相了。李朝五皇子到。李朝五皇子李承寅拜见王上。免礼。我此番来西周，是奉了父皇之命，特意前来奉上这和亲国书，请王上过目。父皇希望王上能将贵国的九公主嫁到中原来，继明远公主之后，两国之间能够再次缔结连理，敦睦邦交，累世通好。两国和亲，累世通好，正是本王的夙愿。我已经在驿馆待了7日了，为何不让我见王上？让开！王上，这就是西周的待客之道吗？皇上，既然有国事要处理，不如先让五皇子先行回避，具体和亲事宜由末将处理，可好？王上，我听说明远姑姑身体抱恙，我想去探望一下她，不知是否方便？方便。明远要是见到你，一定会很高兴。来人，在。带五皇子去见明远娘娘。是。谢王上。进来。来。看你吃东西这样，你真是一点心事都没有啊！阿娘怎么了？你是阿娘唯一的女儿，我一想到你阿爹要把你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，阿娘这心里头……阿娘，大妃，九公主，大妃，怎么了？九公主。不好了，李朝和硕伯两国使臣正在议政殿向九公主提亲呢。你说什么？硕伯也来提亲？嗯。这……
山一更，水一更，山水迢迢，还旧梦。梦里忽恨碧山左，碧山还有暮云遮。风一程，雪一程，风雪凄凄，盼归人。人言落日天涯处，望断天涯不见家。姑姑，姑姑，我是程爷啊。程爷，一晃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皇祖母和陛下都还好吗？嗯，都很好。太奶奶和父皇都十分挂念您。姑姑，你怎么样了？身子好些了吗？来。姑姑，您刚才弹的是思乡曲吧？嗯。一别上京多年，真的好想回去看看。姑姑，不如这样吧，您这次啊，就跟我回上京，好好住上一段日子，正好让太医好好调理调理您的身子。你呀，真像玉瑶，心思细腻，又处处替人着想。母亲，母亲过世的时候，我还小，不记得她的样子了。程银，今日姑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姑姑，请说。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。王上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王去的硕博王后应该是贵国九公主的姨娘吧？如果九公主要是嫁给硕博王的话，到那个时候，硕博王岂不是要称王上一声岳丈大人吗？哼，我们西境没中原那么多规矩。哼，礼数可以不讲，但规矩不能不讲。王上，求亲国书是我李朝先奉上的，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？李敦王爷，还是快快请回吧，免得让王上为难嘛。要说先来后到，我已经在驿馆等了7日了。再说了，求亲比的是诚意，我们硕博国愿拿10年的岁贡作为聘礼，求娶九公主。不错，想要求亲，自然是要以诚意为先。王上，奴婢阿杜特奉九公主之命前来。不许胡闹！听说中原硕博2国使臣同时前来提亲，王上为难得很。公主倒有一计，可以帮王上择出人选。2位贵使，公主特命我前来，是想看看2位哪位更有诚意，于是特意让奴婢准备了5邪之血。2位若谁能喝下它，便可以迎娶公主，得到公主的芳心。这是什么东西？
五邪之血。哦，这五邪之血啊，可是大补之物啊。这里面呢是取赤红蝙蝠、毒蜥、血蟾蜍、蝮蛇、千足蜈蚣之精血炼成。只是一般人无胆销售。什么意思啊？听你这么一说，难道公主要谋杀使臣？你这是什么话？不想喝就不喝，为什么要诋毁公主呢？不是不敢喝，我是不想喝，我就是不喝。哼！那这位贵士呢？你也不想喝啦？他不喝，我也不喝。哎呀，那既然二位都不敢喝，我替你们喝。我喝了啊，我喝了啊。这鞋里怎么还有蜈蚣腿啊？你看还动呢。没想到两位贵士胆小如鼠，这盅里不过就是熬的浓浓的葡萄原浆罢了。王上，我们西周向来崇敬勇猛无畏之人，九公主岂能嫁给懦夫？雕虫小戏！皇上，这就是西周的待客之道吗？皇上，此女胆大妄为，戏弄朝廷，有损两国邦交之事。我认为，必不是贵国九公主所指使，一定是有人幕后捣鬼吧。来人，将此婢女拖下去，关起来。没有王上的命令，不许放她出来。是。哼。二位使节受到惊扰，是本王的不是，请先回驿馆歇息。和亲之事，3日后，本王再给答复。如何？哼！柴先生，柴木见过五皇子。柴先生跟着我很多年了，你可以信任他。现在、以后，你都可以信任他。程银，你过来。这是你的舅舅和母亲。
跪下。顾氏一族原是中原名门，你舅舅顾如晦，乃是前朝骠骑大将军，自幼文武双全。他与你父亲，还有当时的16位大将军陈征，3人情同手足。你父亲还是太子时，顾将军和陈将军经常随你父亲征战沙场，屡立战功。先帝驾崩后，你父亲继位，拜顾将军为右相，统领3省。顾将军为人正直，在李朝深得民心。而当时的左相高于明野心勃勃，大奸4忠。他因与顾将军不和，对其一直怀恨在心。高相巧言令色，骗取了陛下的信任，并在朝中暗自培植自己的势力，不择手段铲除异己。他屡次在陛下面前进谗言，诋毁顾将军功高盖主，并伪造了顾将军与单吃铁的2王往来书信，诬陷顾将军通敌叛国，意图谋反。面对眼前的证据，陛下起了疑心，下旨让高相彻查此事，并将顾将军以及与此事有关的陈将军一同带回大理寺审问。高相带兵闯入顾府，假传圣旨，疯狂砍杀。那一夜，顾家血流成河，尸骨如山，几百条无辜生命通通惨死在冰冷的利刃下。而陈家上上下下几10口人惨遭活埋，就连陈将军的妻女也没能幸免。一时间，顾陈2家的案子轰动朝野，高相在陛下面前颠倒是非黑白，诬告顾陈2家串通谋反，因拒捕顽抗，已经通通伏法。陛下不明真相，偏信了高相的一面之词，一怒之下，下旨通缉陈征将军，及其余部。你就是陈征将军？在下正是。陈将军，快请起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受苦了。顾将军与我征战多年，他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没有他就没有我。但是请五皇子记住一点，陈征已死，在下幸柴瞑目。姑姑，后来呢？后来，高相就坐上了你舅舅的位置，一时间风光无限。陛下私下煽动朝臣，谏言废除淑妃，将其打入冷宫。陛下深爱着你母亲，迟迟不肯下旨。你母亲在宫中得到顾家灭门的消息，痛不欲生。为了不让陛下为难，他自请贬为庶人，出宫清修。陛下无奈之下，只好命人在京郊仿造石翠殿，为他盖了一座一模一样的别院。那段时间，你母亲因为顾家的事情，一直心情低落。陛下就经常微服出宫去看望她。也就在那个时候，你母亲怀上了你。怀上你之后，你母亲被接回宫中，重新恢复了妃位。不久后，便在宫中生下了你。朕的皇子，
皇后没有子嗣，她原本就嫉妒你母亲深得陛下宠爱，你的出生更是让她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。生下你后，你母亲因顾家一案心结未愈，一直郁郁寡欢，身体也大不如前。皇后借此机会，假意与你母亲姐妹相称，表面亲近赵福，暗中却派人在她的汤药中下了慢性毒药。来，这药啊，趁热喝了。来，慢性毒药蚕食着你母亲的身体，她发现皇后的所作所为后，自知难逃一死。为了保全你的性命，于是，在临死之前求陛下将你托付给皇后。不要告诉程毅，我要让他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活下去。小心啊！王子，莹儿，母亲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给你弄成这样了啊？他们说你不是我母亲，他们还说我母亲是石翠殿的顾淑妃，早就已经死了。我气不过，就跟他们打了一架。母亲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母亲真的是那个顾淑妃吗？别听他们胡说，我才是你的母亲，知道吗？以后不许再跟他们去玩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莹儿，你是母亲在这宫里唯一的依靠，你一定要为母亲争口气，把你的那些兄长们都比下去。可是我想跟哥哥他们出去玩。把手伸出来，快点！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知耻，耻。母亲，视儿不孝，这么多年一直在认贼作母。母亲，儿发誓，一定为你，为顾家报仇。不，程隐，我告诉你，这些并不是要你去报仇。
我只要你除掉奸佞，解百姓疾苦，为陛下分忧。还有一件事，姑姑要告诉你：当年柴先生不顾自己的安危，竭尽全力，让顾氏一族保住了仅有的一条血脉。进来吧。他就是你舅舅顾如晦的独子，你的表兄顾剑。五皇子，表哥。